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奉上我的2023年年度红榜。我们内线球员先来。如果你的打法偏向于内线，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是为了你而准备的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首先，我们的第一款来自李宁的玉帅17。虽然最近几年李宁没有放太多心思在玉帅这一个系列上面，大家也可以明显看到，原来他的小弟利刃现在都已经可以爬到他头上拉屎了。这个在国产篮球鞋当中历史地位极高的系列，现在越来越不行了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它整体的实战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少了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之后，它的价格也是真的香，大部分配色300左右就能搞定。有时候搞活动，估计连300都要不了。如果你的打法偏向于内线，并且对于缓震的要求比较高，这一双鞋你一定会喜欢。它的缓震极限高，整体的鞋身强度也特别出色，用来打高强度的比赛也一点不虚。而且在抓地啊、耐磨啊、包裹支撑啊各个方面，它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。虽然在颜值方面可能稍微平庸了一些，但是在300这一个价位段，我觉得它是最为出色的，为了4、5号位球员而准备的一个鞋款。而在这个价位段能与之抗衡一下的，就只有361度的大3 4.0 Switch 了。大3 4.0 Switch 现在2级市场上面的价格全部都在300以内。虽然它是低帮的造型，但是它有着出色的缓震极限以及十分出色的整体强度。不过它的中底在力反馈方面比玉帅17会稍差一些，在突破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不会特别直接，会有一定的泄力感存在。而且它的前中段锁定表现也并不是特别出色，在侧向蹬地或者是大幅度变向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会出现一定的位移，这也是我为什么给它定位在内线鞋这一个行列里面的原因。大体重的内线球员可能不需要极致的中底反馈，变向之类的动作做的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少一些，所以这个鞋款我觉得对于4、5号位的球员来说是真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觉得大3 4.0 Switch 的整体表现并不是特别好，你还想要更好一点的，那你可以选择它的升级版本大3 4.0 Pro。 虽然价格确实会高一些，在4开的这一个价位段，但是它的整体实战表现确实会比普通版本要更好一些，更出色的中底反馈，更高的整体鞋身刚性以及鞋面强度，即使是职业球员也绝对够用。但是它的缺点在于脚型的适配，如果你的脚型比较宽或者是脚背比较高，在选择这个鞋款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买大一个尺码，这样才能有更好一些的穿着体验。如果你的预算比较充足，那选择大3 4.0 Pro 一定是更好的选择。但是如果预算并不是特别高，普通版本的大3 4.0 Switch 也是非常不错的。他们两者在实战体验方面确实有一定的差距，但是并不是特别大。买 Switch 省下的钱还能在过年的时候给家里人买一点小礼物，你的家里人一定会非常的开心。不过这两个鞋款都是低帮鞋，如果你本来就不太喜欢低帮的鞋款，可能之前的玉帅17或者是下面这一位会更加的适合你。那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鞋款，来自耐克旗下的 Jordan Brand 年度旗舰AJ38。今年的 AJ38 还是挺令我失望的，过于出色的稳定性以及十分明显的中底泄力感，都注定了它并不适合偏外线的球员去进行选择。如果你的打法偏向于外线，这一双鞋我一定不推荐。但是如果你的打法偏内线，又不是那种吃弹跳的球员，这一双鞋确实还不错，它有着十分出色的脚感以及非常扎实的稳定性表现。如果你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内线球员，应该会喜欢这一个鞋款。但是它的缓震极限并不是特别高，全掌的 Zoom Strobel 确实能提供给大家非常出色的脚感，但是很容易被踩穿，缓震极限并不高，这一点你在购买之前就必须要考虑清楚。而且 AJ38 这个鞋款还存在着大底开胶的通病，这也是你要在购买之前就权衡好利弊的一个点。OK， 这就是我在2023年比较推荐大家去购买的几双偏内线的鞋款。大家还有哪一些鞋款觉得会比较适合内线去进行选择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，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，一定要记得点击关注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